下象棋如何识破对手的飞刀与陷阱，是每一个象棋高手必备的技能。本局棋我们将为大家展现一个当头炮开局最容易出现的飞刀变化。红方本局棋采取5、6炮的走法，黑方接下来快速出车，红方形成牵制。那在这里咱们抢夺先手，进炮封车也是势在必然。8路车被封，2路车迅速杀出来，平炮对车，同样再度抢夺先手。红方平车避让势在必然，接下来在这里黑方就得要注意了。我们感觉很容易走出这招棋，进车过河，平车吃兵压马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红方是如何扔出飞刀，将黑方引入陷阱圈呢？红方冲兵，黑方如果不仔细平车一吃的话，那么在这里红方迅速上马，借助巡河车切断车和炮，目的就要吃黑方这个炮。那如果说黑方平炮一打的话，先手一将军，这里经过先手交换之后呢，红方由于当头炮的优势牵制住黑方这个车，此时他可以再度巧妙顿挫，活捉这个车。我们来看看平炮先手打车，黑方车避让，再度进炮打车，车走不开，仅此一个点位。此时上马，这时候咱们就会发现，一个车被打回老家，另外一个车被捉死，红方开局锁定胜势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化，我们稍作返回。我们来看看当红方跳马的时候，想要捉黑方这个炮，黑方还有比较顽强一点的走法，冲卒。那现在吃了你的车，逼迫红方这个车走开，他还不能离开这条线，否则进车吃马。红方平车中路，接下来黑方如果说逃炮的话，红方反手先来打车。那现在车避让一手，平车捉炮，这个炮啊也是仅此一个位置，再度进车捉。现在的话如果打过去，显然丢子，黑方还有弃卒引离红方这个车。红方平车一吃，接下来后手平炮一打。那么再来将军，同样的招法，现在一吃的话，红方是直接进兵，利用当头炮牵制车，双车杀出来了。黑方只能退车，此时再度跳马的话，故技重施，不但车打回老家，而且是开局丢车，红方已经锁定胜局。既然识破局面，黑方就不能走得掉以轻心了。当务之急，黑方采取补后中路。那接下来红方依然是冲兵，故技重施，黑方退避三舍，红方采取对调兵卒，活通马路。接下来黑方顺势上马，那么在这里首先说明他还不好平车抓马，因为进车不但出车，同时高车保马，即便是你将来平炮打的话，可以先手平炮反打车。那么如此的话，在这里接下来红方快速进车，形成双巡河车。那这样的话看起来红方的子列非常的有优势，同时在这里感觉他也是引诱黑方平炮想要打几项，先手抢夺将军，后手给你对车。当然在这里的话，如果说黑方如此的话，红方可抢夺先手对调子列，当你一吃完之后，他这个巡河车啊位置可攻可守，两个马子列非常的畅通，局势有利于红方。那么我们来看看黑方是如何行棋呢？飞象以静制动，将来随时有平炮偷袭他的底线。红方也是乘势补后一手。好了，接下来黑方在这里采取
先手牵制，借助你这个车马象三子一线同时被捕式的话，先来个牵制。红方平车捉马，黑方高车保住，接下来平炮打马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出现本局最为精彩的招法。我们来看看，如果说你这个马走开的话，前去无门，后退也不合适啊。感觉也是引诱黑方平炮，这里打车，他的车走开的话，主要目的他采取这个策略，目的是要解放三路的车，把这里三路车马给解放出来。那么我们来看看黑方当前这个局面走了一招棋，可谓是非常的精妙绝伦。飞象反手先打车，那现在红方一看，比如说我进炮先打马，你打完车之后他再打车，但是这里就发现来不及了。黑方进炮打象是先手的闷杀，他反倒来不及吃车。现在无论是跳马飞象还是平车砍炮，一旦退象的话，就白白的开局把红方这个车给对掉了。如此的话，红方是采取一车换二，反观黑方兵强马壮，将来攻破底线也是势在必行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走法呢，策略并不占不到任何便宜。我们来看看，显然当务之急，这个车得走开了。幸好是霸王车，直接跟你对车。黑方接受对子，但是在这里黑方是有后手了，上马一踩中兵的话，明显的是马炮要双抢三路马。红方也不甘示弱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他是捉着咱们的三路马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，无论你炮打还是马吃，它都有防守，同时还有反捉。但是黑方这步棋一走的话，红方就采取无计可施了。那很明显呢，下一步棋要打要吃，而且这个马一旦跳开的话是有闪击的。现在他还不敢先手吃啊，回马一将的话，把车给抽了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他势必要防止咱们把马跳开闪击这一招。那现在红方采取飞象补后中路，我们首先来看象三进五。此时这样一走的话，很容易就落败了。咱们进炮一打，他平车一吃的话，立刻就能够结束战斗。轻则丢车，重则直接杀棋。首先说明回马的话，这里闷杀形成天地炮杀，而且还抽车。当然黑方最为凶狠的就是直接跳马，锁住帅门，眼睁睁的看着进炮底线形成天地炮的闷杀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红方这步棋还不能轻举妄动。我们依然是返回当前这个局面。既然不能象三进五，那象七进五呢？这个走法感觉稳妥一点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本局非常精彩的入局招法了。依然是进炮打掉马，红方平车吃掉。看起来目前来说，他的防守阵型还比较顽固。进车捉马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红方当务之急如何应对这个呢？他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顿挫招法，先手来一个进车将军，退士，再来个退车一吃。那很明显，你吃的话，他平车砍中卒的一将军，退车吃炮，而且还先手捉马。黑方暂避锋芒，红方依然是平车吃掉。好了，接下来出现本局最为精彩的杀棋手法。大家来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能不能走出精妙的招法呢？可能常规思维我们会想到这里回马，但是呢，他如此的话，他可以退炮啊，先给你挡住。你现在打的话，他退车吃啊，接下来感觉还是
黑方比较占便宜，但是红方啊，它还是能够形成顽强的防守。我们来看看比较厉害的入车杀法。黑方直接中炮发出先手一将军，红方飞象一吃，黑方再度平炮打过来，前面将军后面抽着车，但是红方并不担心你这一步棋。首先我们来看红方在这里他是不可以退士的，退炮一打，先手一将军无论称士还是平炮，这个车啊都是逃之夭夭，而且可以反向吃炮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当黑方将军的时候，红方直接出帅。他之所以敢这么走的话，也是因为你退炮打车的时候，他在反手打你的车。那这样一走的话，一交换的话，红方是双炮一马3个大子，黑方反而还比较吃亏。那么高手行棋啊，往往都是在一念之间。接下来出现非常巧妙的杀棋手段，谁一定要吃你这个车呢？有杀先看杀，跳马一将军，老帅进不去，仅此上2楼，再度进车一将军，退不下去，送马。这里一吃，接下来无论车闪开还是直接平车砍中士，松开马腿，一招制敌，可谓是车马冷招必杀技。